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礼拜天。这几天陆续有网友问我，能不能说说法国暴力事件啊，就是法国暴乱。我说当然可以。我这段时间为什么没说呢？是因为这样啊，就是油管他不喜欢暴力啊、战争这种画面、这种话题。如果我在我的视频当中放入这种有点像香港黑豹那种画面呢，还有战争，那么很可能我的这个视频就没有广告。这其实就是我最近呢没有做这个题目的原因吧。大家也知道了啊，关心法国的朋友们啊，也知道近日这几天法国全国可以说都处在暴乱之中。用美国老巫婆的话说，就是法国美丽的风景线处处闪耀。事情的情是这样的，本星期二，在法国巴黎西郊的一个城市呢，有2名警察对一名17岁的少年执法。这个少年是无证开车，而且他是在大巴那个线路上开，还在那个人行道上开。所以经过一番与警察的追逐之后，这个少年的车被拦了下来。那个警察在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对这个少年说：今天你会吃我一颗子弹。人家17岁的少年啊，就是可能听到之后就慌了啊，于是呢，他很快就启动他的车，可能想逃跑。于是呢，其中一名警察真的掏出枪，离他非常近的情况下，直接对他就开枪了，一颗子弹打到他的心脏。后来很快他就一命呜呼了。事情就这样。很明显呢，这位警察应该是属于过失杀人。可是这位少年并不是什么无辜的人，是警察局的常客，以前也因为无证开车多次已经过堂，并且在法庭上他拒绝停止开车。据报道，他是来自北非阿尔及利亚移民家庭，属于问题少年。他的母亲只有他这么个独生子，现在这么个独生子17岁就命丧黄泉了。作为母亲该怎么想？我相信每个母亲都会相当难过。这位母亲毅然挺身而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声，要求为他的儿子找回公道、公平正义嘛。他的呼吁呢，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立即获得了很大的反响，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各种游行示威蔓延到了全法国，而且这个游行示威由原来的和平变成了越来越暴力，烧毁公共设施的、抢劫的、袭击警察的，甚至呢袭击军营的都有。从画面看，真的非常像2019年香港黑豹那时候的那种味道。我们知道法国有革命传统，对不对？而现在有移民背景的，在移民背景人数，同时呢又是穆斯林人口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法国这革命又有了更深层的含义。这些都是过去数十年来法国左翼政治导致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啊，可能觉得我有点牵强，那当然是因为过去这几十年来中国的这经济起飞，而且中国经济在全面赶超所谓西方这些传统的老牌工业国家，法国也算其中一个。中国经济崛起就蚕食了欧洲这些欧美啊这些老牌工业发达国家他们的市场还有他们的工业，其后果就是比如说法国他们的企业纷纷倒闭，要么就是出走，把产能移居到比如说像中国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那么直接的后果就是本国的失业率飙升，导致了很多特别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语言不太好的这些有移民背景的年轻人，他们的失业率特别高。不仅是法国啊，现在全欧洲都差不多，可能美国也差不多吧。美国我不太清楚，但是欧洲是这样。比如说南欧的，他们的青年失业率在前几年已经达到24%了。我相信经过疫情之后，这个年轻人的失业率可能更高。年轻人大量失业，他们对社会当然会越来越不满，他们
很难融入所谓的主流社会，因为他们的宗教不同啊，他们是由他们的原生家庭把他们的宗教带到了欧洲来，而这些大多数这些移民，还有所谓的难民，他们的家庭背景一般都是比如说北非的、中东的，还有黑非洲的原来法国殖民地，而这些国家大多数呢，绝大多数都是穆斯林，与法国所谓这个主流社会格格不入，他们就把他们的精神寄托在这个宗教上面。这个宗教是排他性的，大家也知道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宗教相对来说可能啊，从过去发展这些事件来看，相对来说可能呢比较激进，他们的人格就越来越反社会，而这些人对法国社会的安定啊，是一个随时可以爆炸的定时炸弹。而今天这个17岁的少年被射杀，只是一个导火索。其实大概在差不多3年前，具体说是2020年10月30号，我就做过一个关于法国的节目。当时他的话题是这样的：解析法国今日乱局的前世今生，欧洲未来走向，华人该如何应对？可以说3年前的观点放到现在仍然95%都适用，而且我觉得情况反而更严重了。如前面所述，那就是法国数十年比较左倾的政治，加上各类外来移民带来的宗教与文化，从而导致与法国他们主流宗教文化有冲突，还有本地人和外地人他们生育率区别非常大。具体说就是本地人，也就是法国人，他们生育率非常低，外来人口，特别是这些穆斯林的、中东的、北非的，还有黑非洲的，我们都知道，对吧？他们特别喜欢生小孩。几十年这样生育率的变化，就导致了他们主流社会的人口大大的减少，而这有移民背景的人口，他们的生育率比较高，所以导致他们的那个比例越来越大。又加上宗教的排他性，又加上这些移民很难融入主流社会，所以导致了在法国社会他们之间的矛盾宗教矛盾、文化矛盾越来越深。所有刚才这些因素都是导致今日法国暴乱的主要原因。那位17岁少年被射杀，真的只是导火索而已。但是还有一个因素，我一直无法说服自己不去考虑它。什么因素呢？我觉得像法国这种你看它的画面与香港黑豹2019年的时候特别像，所以是不是这个某大国在后面运作呢？煽风点火，那个在干柴上面再添一把柴呢？我觉得都有可能。今年春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到北京去访问，他发表了对台论，就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属于中国内政，我们不要去干涉它。他这样的谈话呢，在西方非常政治不正确，让这个某大国非常的不满意，当然也让台湾非常不满意了。另外我们也知道，法国总体来说在西方国家是相对独立的而且他这个国家比较务实，就是说在与中国交往的时候，可能相对其他欧洲国家还有欧美国家，可能讲政治的那种因素可能少一点，主要是对法国国家利益有用的，可能他就会与中国去交往。我是说与其他的欧美国家比起来当然法国这个国家说起来他的政治还是反中的所以正因为法国马克龙他在北京的时候讲了这番话，又加上法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愿意听某大国的那个指示，所以这法国呢在这个某大国眼里就变成了一个不孝子。怎么办呢？肯定会想方设法在后面使坏，把你这个国家搞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所以呢我就给你捣乱，就这样。因为这个某大国有这个传统而且过去这几年吧，从德国媒体的报道来说，光是今天有法国的暴乱，其实法国的暴乱一直都不断。应该是也是3年前吧，就是我做上一个视频的时候，18岁的车臣少年持刀把那个历史老师把他捅死了，对不对？就因为他就是讲了一些可能
从这个车臣少年看来有侮辱这个先知的那种言论啊，就让他接受不了。所以这样的人啊，我觉得如果陷入了宗教这种东西啊，就特别的危险，因为太极端了。而法国还有西方呢，都有这个传统，就硬碰硬。他觉得这是我的言论自由，我就是要说。后来呢，又出现了在法国另一个城市呢，也是一个有这个穆斯林背景的人，也是持刀砍死了3个人在教堂里面。所以像这种啊，法国其实呢就越来越乱啊。发生这样的事件之后呢，当然法国呢又出现了游行示威啊，后来又暴乱怎么样，还有什么黄马甲等等，也是挺暴力的。所以其实这些年来，法国它的革命是不断的啊。另外呢，法国人我发现呢，在革命方面真的有传统。他们与德国不同，法国啊罢工一般来说都是全国性的啊，全国大罢工，而德国很少全国性的。但是呢，今年我觉得德国罢工要比往年要多得多，主要是因为呢，现在呢欧洲的通胀特别厉害，但是加薪的程度赶不上通胀，所以呢，德国人比如说2022年，德国人他们实际收入下降了4%多，也就是说，德国呢虽然他们的工资是上涨了，但是与物价上涨比起来，他们其实呢是属于牺牲者，他们的实际收入、实际生活水平比前一年下降了非常的多，又前一年呢又下降了，也就是说这几年来，德国呢实际的收入、实际生活水平是连年下降。我们有点跑题了，我们回到法国。所以某大国要对付法国这个不孝子，简直太容易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所有，我觉得除了中国大陆啊，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社交媒体几乎清一色的都是这个某大国的平台，什么油管呐，还有 Facebook 呀、脸书啊，还有谷歌呀，还有等等，反正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社交媒体，几乎呢都是这个某大国的。而这个某大国要搞乱你，非常的容易。我就是开通这些社交平台，比如说像这位17岁死者的母亲，她就是通过这个社交平台，然后呢就号召力强大，然后加上这些平台的推送，对不对？她可以不直接介入啊，但是帮你推送，然后让越来越多人呢知道，然后参与，那就把你搞乱就是轻而易举的，对吧？不费一枪一炮。你看现在这个网络时代，要搞乱打这个网络战争多么容易，对不对？成本又低，而且效果特别好。另外呢，在西方国家，不仅是西方国家了，我认为呢，很多其他国家众多的 NGO， 还有海量的某国的宣传费，也不是白花的啊。所以这个组织呢，试一下，下面那些狗腿子呢，就立即行动起来了，所以才导致了现在你看法国全国大乱。法国，我不知道前面有没有说，派出了45000警察，还有宪兵，连宪兵也出动了啊，还有准军事用途的装甲车也出动了，宛如一个战场，而是他们内战这个战场。所以说，我认为啊，我们对法国也不值得同情，因为法国几百年来它是殖民地，对吧？做了很多的孽，加深了跟着主子这几十年，在全世界利用民主自由这个名义发动战争，造成了上百万人、几百万人生灵涂炭。所以现在法国产生这种暴乱，我认为只是一种报应。所以我心里啊，不要说我内心阴暗，我心里我是高兴的。另外，每一个出过国的人，如果你到法国巴黎首都的罗浮宫这个博物馆去看看，还有到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去看看，里面有多少中国的文物、文化这个东西，你就知道当初这个欧洲这些殖民者、这些刽子手、强盗，他们在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到火烧圆明园这8国联军，对不对？所有这些都可以在今天的罗浮宫还有英国的这个大英博物馆找到昔日的影子。当然德国也有，
在德国的博物馆呀，还有德国的民间流传着非常多当初抢来的我们祖先、我们祖宗那些宝贵的东西。我觉得有朝一日，中国呢应该要把这些东西把它索回来。他不给，那采取暴力呗。当初去中国也是暴力啊，对不对？反正现在啊，我是相信，以暴制暴的，因为他们只吃这一套啊，你跟他说好话没用，因为他的文明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孔孟之道的文明啊，西方他是不理解的。你越跟他讲道理，他越以为你软弱可欺，知道吧？法国移民的后代，法国的难民还有难民的后代，现在成了法国社会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呢是无解的，也就是说没办法解决，而且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前面提到，他们的人口越来越多，而本国法国本地的人口越来越少，就导致了这宗教冲突肯定会越来越大。这里我敢100%肯定，就说宗教冲突只会更大，不会更小。还有另外，由于中国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纷纷崛起，特别是中国蚕食了他们的市场，逼退了他们的工业，就导致了他们很多人失业了呗。既然失业了，那导致很多人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未来，对不对？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个欧洲国家相对来说啊，他们的福利啊要比我们中国要好，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他们的政府是没有钱的，这个社会这福利制度啊，要通过什么税收，从老百姓身上收上来的税来支撑，对不对？就是啊，其实这个福利啊，就是老百姓自己花钱，自己给自己发福利，可以这么说。只不过这个西方国家，它的政府呢，把这个税把它收上来，相当于重新分配了一次，而从中养活了无数的官员，反而这个福利成本还增加了，对不对？而我们也知道，年轻人非常容易受到蛊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自己本人也经历过啊，就是1989年的时候，我是个20岁的年轻人，是个大学生。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不像今天啊，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呢更加单纯。我们当时因为我学的是外语类的这个专业，所以经常听美国之音。当时啊，真的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害羞啊。当时啊，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国家的官媒不值得相信，而我们相信每一句美国之音讲出的话，而且我们听的是英文啊，我们真的相信。我说的我们是我们的同学当中啊，其他我不敢说。想起来真的当时太幼稚了，怎么能够那么脑残呢？相信那些完全是不靠谱的宣传，现在看来，当初我们就相信了。所以呢，当初1989年中国春夏之交这个学运呢，我们参加了，就是因为受到了这个西方媒体的蛊惑。所以你说这个当初啊，1989年中国很早的时候啊，西方已经介入了中国的政治了，想起来多可怕呀！而现在经过几十年了，这个西方介入，也就是某大国的介入，他的那个手段更多了，加上现在网络那么发达，对不对？要搞垮一个国家政府，简直太容易了，只要他愿意。所以说，这个某大国开动他的宣传机器，开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然后呢，无数的 NGO 拿了他钱给他办事，所以要鼓动这些年轻人起来造反，起来游行示威打砸抢，简直太容易了。所以才有我们看到的这法国这画面啊，对不对？烧，甚至呢杀、抢、掠等等等等，全部我们在香港看见的画面，一一在这个法国可以说一一呈现，就像电影又放了一次一样。而这次全部西方媒体是谴责这些暴徒的，不像当初对待香港这些他们称之为民主积极分子，而我们称为暴徒，对不对？这又是西方的双标。法国的命运就没有这个某大国那么好了，因为他没有掌握这个铸币权呢。
也就是印钞的权利。这个某大国它可以印钱，然后往世界全部发就可以了，对不对？没有任何成本，就是印刷的成本而已。而法国刚才说了，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没有那么好命了。没有钱怎么办？导致法国的国库越来越亏空，政府的债务越来越高，而这个社会的福利制度是无法支撑下去的。越来越多人失业，那肯定你这个政府收的税也越来越低啊，对不对？越来越少的税，那你怎么去支撑整套福利制度呢？福利制度越来越不可持续，所以就对各方面，比如说对年轻人扶持的那种各种各样的项目啊，就是把那个预算砍掉了。砍掉之后，这些年轻人就更得不到照顾了，对不对？好了，这些年轻人得不到照顾之后，就变得越来越激进，越来越极端化。也就是说，法国只会掉入越来越向下沉沦的恶性循环。所以可以很肯定的说，法国社会的治安只会越来越差，它的经济只会越来越低迷，失业的人口很可能会越来越多。如果没有什么改变的话，最终导致了可能法国会走向越来越暴力化、极端化。很简单说，就是法国只会越来越差，不会越来越好。我不知道啊，现在也就是2023年，还想移民西方国家的，比如说移民法国的、德国的人，这些人作何感想？当然，听了我这句话之后，可能很多什么移民中介的对我恨之入骨，但是我无所谓，因为呢，这是我观察到的法国、观察到的德国、观察到的西方，目前就这样。看咱们频道的也有一些可能曾经去过法国的人，去过巴黎的，去过法国其他城市的，你们觉得法国的治安比你想象的差还是好呢？比你出国之前想象的差还是好呢？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只要你去旅游景点的，或者你去坐过法国地铁的，或者你去过法国的某些地方的你就会同意我的观点。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法国的治安绝对比没有出过国的中国人想象的要差得多，而不是好得多。而你们看到街上的法国的面貌或是德国的面貌，也绝对比你没有出过国之前想象的要差得多。可能来过法国、德国之后，你看到了街头的那些人的面貌还有看到街上的，还有看到德国、法国他们的基础设施看到他们地铁之后，你们会问，这就是发达国家吗？因为你们所看到的跟我们没有出过国前想象的这个反差实在太大了，对不对？远没有我们想象的所谓发达国家那么先进，对不对？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呀，你看人家法国它的发达是内在的，而不是表面的。表面的那种破破烂烂的，就说明呢，我们的产权是永久的，我们不想修就不修，政府拿我们没办法。你看台湾那些有些人也是这样说的他们说，你看台湾都是70年代、80年代的建筑，因为我们台湾是拥有私人产权的，政府拿我们没办法，等等等等。而看见大陆那个什么都非常新的、非常现代化的，说你们是有后发优势呗，然后就是说你们政府什么都说了算，政府想干嘛就干嘛，把它那个掀掉就掀掉了，你就变成无家可归的人了呗。这就是东西方还有台湾与大陆不同的说法。所以很多去过西方国家旅游回来之后呢，我们中国大陆人对西方那种美好的幻想，去了一次之后就完全破灭了。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确实呢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了，处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顶端的，也接近和超过很多发达国家了。所以呢，我们虽然很多人心目中目前呢还是不自信，可是出了1次国、2次国之后，你见到了，你就会改变你原来想法。这就是我刚才想说的，就是你对西方这种发达国家美好的幻想，经过1次出国旅游或是出国出差之后就破灭了，就这个意思。另外说到街头抗争，我又想起了前段时间，就是突然在这个东欧国家塞维亚我们知道与中国的关系比较好，
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总统武契奇，对吧？武契奇呢，相对来说，他那个政治呢比较与中国比较亲近，与俄罗斯比较亲近，所以他就变成了西方国家的眼中钉、肉中刺。那段时间，此起彼伏啊，反对他作为总统，要求他下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游行示威，那个套路真的非常像过去的颜色革命。所以我真的怀疑，这个突然针对武库奇的这个游行示威，绝对是有这个某大国的影子，还有他的资金的支持。我这说的，我想99%的可能性是对的。几年前，在俄罗斯，在白俄罗斯也出现过这样的颜色革命，它的套路，它那个画面也几乎是一样的啊，因为配方是一样嘛。还有也是针对塞尔维亚的，突然之间，塞尔维亚自治省科索沃，我们中国是不承认科索沃的。世界上大约有一半国家承认，有一半的国家不承认，而中国是绝不承认科索沃的。突然之间，在科索沃塞尔维亚族和阿尔巴尼亚族混居的地方出现了紧张局势，这也不是空穴来风啊，也绝对是这个某大国在后面是煽风点火，在后面运作。我没有证据啊，但是我怀疑的权利应该有吧，对不对？你西方的媒体老是没有任何证据，也说中国的间谍气球这样那样，对不对？说什么新疆种族灭绝啊，对吧？那我作为一个小的博主，我怀疑一下总可以吧？据说最近啊，在中美洲这个小国洪都拉斯，它的国内也出现了动荡。洪都拉斯我们知道啊，就是前段时间才抛弃了中华民国代表那个中国，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了中国，跟中国大陆这个中国建交了。当初啊，这个洪都拉斯受到了某大国的威胁，说你不能够跟中华民国断交啊，你不能够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否则你就有好果子吃。但是人家洪都拉斯他才不鸟你呢，对不对？卡斯特罗总统他当选之后，依然抛弃了中华民国，然后呢，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了中国。总之啊，朋友们，现在每一次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出现了什么颜色革命啊，还有什么动乱、暴乱、游行示威啊，我会自动的马上会想到，是不是这个某大国在后面煽风点火作孽呢？我相信可能你们很多人也会有我一样的想法，对不对？所以我想说啊，法国今日之乱局是法国人自己的报应。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旁观者，作为一个吃瓜群众，我真的没有一点同情。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法国几百年的作孽，它的那个报应啊。还有加上前面我说过了，近几十年来以什么民主自由啊这个名义，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发动战争。最近的法国挑头的是谁啊？那就是对利比亚当时的那个领导人叫卡扎菲，对不对？就是法国和英国带头去轰炸的。还有啊，我们不应该就是揶揄啊、谴责这些移民，还有所谓的难民。我觉得应该是从法国还有德国他们的政治角度去考虑。如果这个法国、德国没有颁布这样的法律，没有让他们这些难民还有他们的移民进来，他们能进得来吗？对吧？就因为有法律，所以人家这些难民、这些什么移民，他们是很多是合法进来的啊。比如说2015年，德国大门敞开，一下子上百万的，还有加上今年，还有去年，又是几百万什么乌克兰的难民，他们也进来了。我们能够谴责这些难民吗？不能吧，对不对？因为他们是受到德国法律的保护而进来的。另外，最后我想说一点，我为什么不同情法国呢？法国这个国家其实它政治也挺操蛋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会原谅法国。那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之前，法国的媒体还有政治，他们的政客啊，利用这2008年北京奥运的机会给中国难堪，就是当时大打西藏牌，什么邀请达赖喇嘛访欧洲呀，还有在那个中国这奥运圣火在欧洲的时候呢，坐轮椅的那个姑娘拿着这个奥运圣火都被抢，你看有多野蛮，
是奥运圣火啊！法国媒体真的非常的恶劣，法国人当然了，对不对？另外呢，就是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年维吾尔族那些暴徒持刀在云南昆明大规模的屠杀的时候，你猜当时法国媒体是怎么报道？他们说啊，是这些被压迫的维吾尔人反抗中国政府的呐喊。你想想看，这样的报道是不是毁人三观？作为中国人，如果你知道之后，你还能原谅法国人，能够原谅法国媒体吗？反正我做不到，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为此道过歉，从来他们都是双标。中国发生的事情和他们本国或是他们西方发生的事情，同样性质的事情啊，但是他们用两套标准来看待，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对法国没有半点同情。朋友们，我不是愤青啊，我已经年过半百了，已经很成熟了，早已经过了什么愤青的年代。有的人觉得啊，我有点好像我的观点有点激进，其实呢不激进。只要在海外长期生活过的人，特别是在所谓西方国家长期生活过的人，肯定能够理解我的心路历程，肯定能够理解我为什么现在这样想。好了，那今天我们关于法国乱局、法国暴乱这个话题就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你们心里是不是很高兴呢？觉得是不是法国罪有应得呢？是法国的报应呢？请你们在下面留言。那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